小妖精，你姐可还在呢？姐夫，他就是个睁眼瞎，你怕什么？当年我设计用水晶吊灯砸死那个死肥猪和老不死的，要不是灯的重量不够，那个老的反应快护住了他，现在他们两个都已经是死人了。爸，快点醒来吧！公司被沈浩和小柔打理得很好，我也被照顾得很好。你快点醒来，我们一家人就团聚了。放心，很快让你和你爸在地下团聚。啊，小柔，你说什么？啊，老婆，小柔说让你放心，爸会很快醒来和我们团聚，放心吧。是啊，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和爸的。爸，你怎么了？爸，医生，快叫医生啊！爸，别着急，我和姐夫这就去。爸。老婆，人死不能复生，你的眼睛不能这么哭，爸肯定也不希望你这样。来，我扶你去休息。老公，谢谢你。自从上次意外，我失明，药里的激素让我越来越胖。你不但没有嫌弃我，还把公司和小柔照顾得那么好。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什么呢，老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来，顾剑就刚才你来下药，生怕别人不知道是我做的。我不管，咱们做到天衣无缝，不会有人抓到证据。当年他们父女俩伤害我爸，还假惺惺的把我带在身边，我每天都要忍受认贼作父的痛苦。今天必须杀了他。姐，你这2天累了吧？我给你买了小时候你最爱吃的点心，来，我喂你，你尝尝，还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了？没什么，我刚看见那块点心上落了苍蝇，我再给你换一块。你以为我就不想杀了他吗？这赘婿的身份我早就受够了。这么些年，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活在他们父女俩的阴影下，说我是吃软饭的，谈项目从来没给过我好脸。但现在还不是时机。我刚给他买了份保险，只要他签下保单后意外身亡，我身为她丈夫就能获得100亿赔偿。到时候拿着这笔钱把整个故事据为己有，没人敢说什么。那就等他签下合同，我再制造一起意外，就能把故事牢牢握在手里。什么赔偿？什么意外？老公，小柔，你们在说什么？公司有笔订单出了意外，正在走赔偿程序，交给我就好了。放心吧，老婆，
那真的是麻烦你们了。姐，这个是订单的合同，你只需要在这里签名字，剩下的交给我跟姐夫就行。姐，这几天你忙爸的事情都憔悴了，我这几天新学了个发型，给你试试。好啊，小柔，真是长大了，不仅可以打理公司，还能做我的发型师呢。我拿自己练手好几次了，保证好看。走。我警告你别乱来，刚签下保单就出事，我们没法解释。要是拿不到钱，就功亏一篑了。他现在已经是个又瞎又胖的废物，还留着他干嘛？我心里有数，别管我。沈总有人找。知道了，老婆，我过去了。女士香水，怎么好像在哪儿闻到过？算了，应该是我想多了。姐，爸去世之后，你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小时候，你最喜欢给我剪各种各样的发型了。现在我长大了，也学会了好看的发型，换我给你扎。小柔，谢谢你。这么多年我不开心，都是你来哄着我，陪着我。多亏了爸当年把你带回了家，我才多了一个这样的好妹妹。姐，虽然我们不是亲姐妹，但我早就把你当做最亲近的人了，你千万别这么说。来，你帮我拿着这个吹风机，线缠住了，等我把线解开，我再给你吹头发。老婆，你在干什么呢？老公，你回来了，小柔帮我吹头发做发型呢。你现在的发型已经很美了，不用再做发型了。饿了吧？我们一起去吃饭。姐，你千万别听他说的，姐夫一定是怕你太美，自己心里没有安全感。小柔，老公，你们两个身上的香味怎么是一样的？难道你们两个背着我？怎么可能呢？老婆，你一定闻错了。是啊，姐，或许是刚才爸葬礼上人太多了，你的嗅觉出问题了呢。老婆，撑住，老婆，我这就送你去医院。这是，我能看见了。老婆，你一定闻错了。是啊，姐，或许是刚才爸的葬礼上人太多了，你的嗅觉出问题了呢。沈浩和夏柔居然背叛我！这个死肥婆命怎么这么大，剪了绝缘线都没能把她给电死。早知道我就该用高压电。真是祸害遗千年，上次吊灯都被他躲过去了。要不是你喂给他喂激素，让他胖得不成人样，才逐渐把公司交给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他下地狱。原来这一切都不是意外，而是他们两个蓄谋已久。那么复明的事情也不能告诉他们，否则他们只会更快地害死我。放心，我这次拿的是黑市上买的最新毒药，喝下去3分钟之内必死无疑，而且检验不出任何残留部分。趁他没醒，我们给他喂下去。怎么办？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已经知道了真相。老公，老公，你在哪里呀？老婆，你醒了？姐，你可把我们吓坏了。你还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吗？不能告诉他们我还记得，
否则他们一定会立刻杀了我的。我记得爸的葬礼刚结束，小柔送我回卧室，后面发生的我怎么记不住了？我的头好痛啊！姐，你能看见了？我看不见啊！我都失明2年了，怎么能看得见呢？老婆，不小心触电晕倒了，说不定有希望复明呢。我们带你去医院检查下眼睛。我不要去检查。老婆，你是在害怕什么吗？老公，爸刚在医院去世，我不想去那种地方，每次去我都会想起爸。我不要去。不去怎么行呢？姐，我们去检查一下，这样我们也好放心啊。星慈，你是来祭拜伯父的，这是怎么了？星慈不小心触电了，我们想带他去医院看看眼睛怎么样。既然星慈不想去医院，那就不要再为难他了。我也是个现成的医生，让我来看看。怎么样？他能看见了吗？星慈的眼睛并没有正常人该有的瞳孔反应，还处于失明状态。那他还忘记了一部分事情，是怎么回事？很正常，触电影响了大脑皮层，损害了储存记忆的那一部分。如果不是什么重要记忆的话，顺其自然就好。谢谢你，程宇。不用跟我客气，既然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老婆，饿了吗？在这等着，我去给你准备吃的。姐，你好好休息，我去帮忙啊。好一对狗男女，一直以来居然一直在我的卧室里当面出轨，就连我以为的意外都是他们2个亲手策划。他们是我最信任的人，他们怎么敢呢？你们这2个王八蛋！你在干什么？怎么了，小柔？我刚刚走路不小心踢到了个硬东西，捡起来摸了摸，边框滑滑的，好像是爸的遗照。怎么这么脏啊？老婆，你看错了，你摸错了，这就是个破相框，早就摔坏没用了。我和小柔本来要扔的，没想到被你踢到了。相框都破成这个样子，留着没用还占地方。破相框，这些年你们就是这么敷衍我这个盲人的。不行，我得尽快想办法脱身。吃饭吧，老婆。都怪我没处理好，让你误会了。快吃饭吧，菜都凉了。是啊，姐，你应该多吃一点，补补身子。这段时间，你看你都饿瘦了。哎，不要命！他还在家里，他要死在家里，我们2个脱不了干系。心疼了？
面对这种肥婆，你也吃得消？我怀疑他已经能看见，不然他为什么对着顾建军的遗像流泪？陆成宇已经证实他眼睛看不见。陆成宇说的话你也信？陆成宇和顾星泽可是从小一起长大，他要是跟着顾星慈一起骗我们怎么办？把手上这个飞镖扔出去，他只要敢赌，就证明他已经能看见。万一他不懂，就真的被你害死了。怕了就滚，我自己来。要是怕了就滚开，我自己来。老公，什么声音啊？发生什么了？没什么，刚才窗户没关系，飞进来只鸟。姐，好好的手机怎么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突然手滑了，可能是困了。我先回房间了。你拦我干什么？刚刚那下明明能中，他肯定是看见了，所以才会故意躲掉。确实有点古怪，不能再等了，得想办法尽快解决它。这样吧，明天我让家里运送冻肉的司机把车开出来，就跟他说我们给他准备了他想看很久的冰封玫瑰，把他骗进去。好主意，冷冻车温度那么低，把它关进去，要不了多久它就死了。到时候再让司机找地方把它一埋，万一事发了，就是他自己眼瞎走错车，就这么办。等他死了，顾氏和百亿赔偿就都是我们的了。真是好恶毒啊！既然如此，就怪不得我不留情面了。找个时间见一面吧，再帮我个忙。姐，今天给你准备了超大的惊喜，你一定会喜欢。什么惊喜啊？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是你以前一直想看的冰封玫瑰。你看不见吗？我和小柔特意找人做成了玫瑰花形状的冰雕，你能摸到吗？谢谢你们一直记着我的喜好，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这里好冷啊！冰封玫瑰在哪里啊？姐，你再往里走走就能摸到了。少峰，小柔，别把我关在这里啊！开门，这里好冷啊，放我出去！老婆，你就好好享受惊喜吧，下辈子投好胎，别再这么蠢了。顾新慈，这是你欠我爸的，现在该还了。终于结束了，顾新慈那个贱人还有顾建军都给我爸陪葬。不止如此，1个月后，100亿保险赔偿，顾氏集团就都是我们的。我再也不用当顾家的赘婿，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得手了。等他的尸体被发现，早就冻得面目全非，只能按意外身亡处理。晚上我们开瓶红酒，保险和继承程序我已经让人准备了。1个月后，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拿到一切。星子，没事吧？冻着了吧？
我没事，我一上车，车上的制冷就关了。陆总，谢谢陆总，辛苦了。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陆总，这肥婆终于死了，以后这故事就是我的了。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营养师、健身教练和私人保镖，这1个月你就好好调整状态，剩下的交给我。好。顾心思意外进入冷冻车，不幸身亡。这是所有证明材料，麻烦你们尽快给赔付100亿赔偿金。我姐姐真是太可怜了，希望保险公司能尽快走完程序，也算是给她一个交代了。沈先生、夏小姐，这份证明材料存在多处疑点，死者身份确认不够清晰，现场勘查报告也有矛盾，甚至找不到顾小姐的尸体，我们无法立即赔付。你什么意思？我是顾心慈的丈夫，也是公司集团的负责人，这些材料难道还有假不成？我警告你，立刻赔付，否则我让你们公司再也接不到业务。我姐姐已经死了，你让我们再去哪里找这么完整的材料？我不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谁说我死了？老婆，姐，顾小姐，沈先生，既然顾心慈女士没有发生意外，我就不奉陪了。哎，等一下，老公，你们刚刚在谈什么呀？老婆，真的是你，衣柜找不到你，我们还以为你……是啊，这1个月你都去哪里了？把我们担心坏了。爸去世之后，我太伤心了。听朋友说有个封闭式的减肥训练营，包吃住，还管调理，我就想去试试。谁知道那个地方没信号，我也不认识别人，直到今天早上结营才送我回来的。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这件西装是我爸给你买的那套吗？怎么穿了这么久还不换啊？你是不是没钱了？对不起啊，是我考虑不周，我再给你转100万，你去买新的好不好？不用，我有钱，只是太忙没顾上。待会儿我就叫人送新的来。呀，这……对不起啊，我都忘记了，刚刚还有人在呢。老公，你们刚刚到底在聊什么呀？姐，没什么，公司的项目出了点小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说到公司，既然我回来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不错，
以后公司就是我全权负责，就不用你们费心了。以后公司就是我全权负责，就不用你们费心了。我就先上楼休息了。凭什么？凭什么？为什么他不仅没死，还要收回公司的管理权？凭什么？小点声！他刚上楼，等我让他听见。我真的受不了了！这家公司当初是他爸跟我爸一起创立的，应当有我的一份。为什么他一回来就要收回我的管理权？你觉不觉得他好像哪儿不一样？是啊，不一样了，变瘦了，又变回那个美女了。怎么，心疼了？那你接着回去当他顾心慈的舔狗啊！夏柔，你能不能冷静点？我不是那意思。我不能！凭什么他一回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全都要功亏一篑？明明我们马上就要成功的夺到股权，我们马上就要拿到赔偿款，马上就要拿回故事。不行，我不甘心，我要马上去杀了他！你疯了！你个吃软饭的废物，凭什么骂我？要不是你当赘婿这么多年，连公司都把握不稳，现在至于被他一句话就收回管理权吗？发什么疯？事情闹到现在的地步，还不是你一手造成的？还不是你一手造成的？沈浩、夏柔，这才是刚刚开始。你们害我失明，谋取性命，害我爸爸成为植物人，贪婪地夺取我的公司和财产，这些我都要一点点讨论了。事情闹到现在的地步，还不是你一手造成的？怪我？你又好到哪里去？你就是个胆小的懦夫！要不是你三番五次的阻拦我，他现在早就已经死透了。你能不能长点脑子？要不是我拦着，咱们两个早就进去了。如果不是你那天非要害他触电，按照我的计划，你的计划？按照你的计划，我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像今天这样突然回来，然后把我们赶出公司吗？那他为什么能回来？还不是你安排的那个司机反水了？当初是谁说的弄成万无一失的？一次没得手，想要再下手，哪有那么容易？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不行，现在必须想办法尽快杀了他。杀了他，说的容易。现在保险公司的人已经知道他活着，现在杀了他，不就等于告诉所有人是我们干的吗？那就任由他现在胡作非为吧。还记得城郊那仓库吗？那儿足够偏僻，人烟稀少。为了防止虫鼠毁坏，还特意加装了毒气混合装置。只要我们把他骗进去，锁上门，一旦毒气开始释放，他就会开始神志不清，甚至没有办法求助，只能等死。那我就告诉他，公司最新的项目需要用到那个仓库，但那个仓库出了点问题，需要他亲自到现场去。以他对公司项目的重视程度，肯定不会拒绝。姐夫，还得是你想的周到啊！那一定会是一出好戏。一出好戏，那就看谁演得更出色一点了。姐，咱们公司最新承接的项目需要用到城郊那个仓库，但是仓库那边出了点问题，施工队说没法确认问题所在，需要你亲自过去看看。什么？那我们现在一起过去吧。没那么着急，老婆。施工队明天上午10点才去呢，到时候咱们再一起过去。好，那辛苦你们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姐。
姐，走吧，咱们进去看看。只需要再往前走几步，我爸被你爸害死的仇，我认贼作父寄人篱下的苦，就全部结束了。夏柔，我视你为亲姐妹，我爸也从未苛待过你，你到底是为什么要一次次帮一个外人算计我？老婆，还没到地方呢，施工队已经在里边等我们了。啊，好。生蚝，顾新慈，当年我顶着家族的压力执意嫁给你，用顾家的资源一步步让你成为独当一面的总裁。在顾家当赘婿受冷眼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可是你却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屡次要置我于死地。只有你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才能掌握真正的话语权，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俯首称臣。怎么回事？他怎么躲开了？生蚝，怎么是我们两个被关进来了？我怎么知道？我也是被推进来的。难道是他？顾新慈人呢？老公，小柔，你们怎么都摔下去了？顾新慈，这是怎么回事？老婆，你在哪儿？我在你们上面看着你们呢。什么？你能看见？不可能啊！我明明试探了他那么多次，他的眼睛怎么可能恢复了？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装死。那倒没有，当年我被吊灯砸中的时候，我还是看不见的，还是得多亏你们上个月赠送我的电疗套餐，我这才恢复的。原来你都记得，你根本没有失忆。也就是说，那次醒来之后，你一直都能看见。这就承认了，那次的触电事故就是你们故意的。老婆，误会，都是误会。你先把我们放出去，我好好跟你解释。别装了，沈浩，这个仓库不就是你们给我准备的坟墓吗？接通电源使我触电的人就是你吧？不是我，老婆，我怎么可能害你啊？你演了那么久，你都不会累的吗？我是不可能再相信你的了，毕竟你们的演技也太糟糕了吧。确实比不过你，我们试探了你那么多次，都被你骗过去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恐怕不是早就死了。如果不是我将计就计，以身入局，怎么看到你们两条白眼狼能演出什么样的好戏呢？我还以为我们是猎人，没想到早就跳进你的陷阱里去了。别废话了，妹妹，这个仓库有多危险，你们俩比我更清楚。今天你们要是交代不清楚，这个仓库就留给你们好好享受吧。别找了，钥匙在我这儿呢。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10分钟之内，这个仓库的毒气浓度足以让你们死亡。赶紧说吧。老婆，我错了，只要你放我出去，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好啊，那你就说出对我爸做的那些肮脏事儿，一件件你给我说清楚。今天你们两个谁先交代清楚，我就救谁。至于另外那一个嘛，就替我尝尝毒气的滋味了。我先说，是他，在爸葬礼那天，他要跟你下药，是我拦住的，也是他剪断吹风机让你触电的。姐，他这种人说的话你也信？你信我呀，老婆，都怪我没有拦住他，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让他有机会对你下手。当时那个卧室你们俩都在，那我怎么知道是他不是你呢？不是我，一直想害你的人都是他。那天你也看见了，他用飞镖射你，是我拦住了他，才没有射中你。我一直都在保护你啊，老婆。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录音，把你骗进冷冻车那次，我有他和司机谋划的录音。沈浩，你居然还录音了！我杀了你！老婆，我说的是真的，录音就在我电脑里。你放我出去，我把录音都给你。好啊，那你再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儿？有，今天把你引到这来，想把你毒死的人也是他。给我闭嘴！
姐，他就是个人渣。既然你没有实名，那你应该也能看到他平时是怎么跟我亲热的。他这种人说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能信啊！你闭嘴！都是你勾引我的，你就是个小三儿！我心里从始至终只有你姐一个人。姐，你难道不想知道当年家里的水晶吊灯怎么会突然坠落的吗？你最好给我说清楚。你先把我们放出去，我就告诉你。夏柔，你最好搞清楚状况。现在是你求我，你没资格跟我谈，抓紧时间赶紧说。老婆，你别听他胡说，我来说。你闭嘴。好，我说，但你要以爸的在天之灵起誓，只要我把真相说出来，你就把我放出去。好，我以爸的在天之灵起誓，只要你完整的把真相说出来，我就救你出来。当年确实是我提议要制造一起意外，是沈浩，他找人故意松动你们头顶的水晶吊灯，用绳子绑住，把你们引到灯的下面，砍断绳子，让吊灯砸向你们。老婆，别听他胡说，我只是负责动手，幕后主使一直都是你好妹妹啊。好啊，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我爸对你这么好，你们居然这么恩将仇报！姐，我已经把真相全部都告诉你了，你把我放出去，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我不想死在这里。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当然是要你的命。姐姐呀，你还真是天真又心软，就像你那个死去的爹。你手里有证据又如何？只要我们现在把你杀了，再把这些证据销毁，我们依然可以获得你的一切。你们就这么自信啊？去死吧！住手！啊！原来你早就想好退路了。难怪你今天会答应跟我们出来。将计就计而已，谁知道你们这么早就迫不及待的要动手？忘恩负义的东西！星慈和顾伯父这些年是怎么对你们的？你们居然对恩人痛下毒手，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你们口口声声说顾建军对我有多好，他给我什么了？一个月拿着几千块钱工资，受尽冷眼嘲笑。结婚这么多年，每次应酬不是我给那个老东西当酒陪笑。你凭什么说我爸？如果不是让你从基层做起积累经验，你受到的冷眼只会更多。你所谓的应酬，都是我爸拉下老脸给你积累人脉。少假惺惺的！自从我入赘到你们顾家，没有人看得起我，所有人都说我是一条摇尾乞怜的看门狗，说我是个吃软饭的废物，我早就受够了。我告诉你，跟这个恶毒的女人相比，我做的不值一提。你知道你爸怎么死的吗？你爸的病情本来已经稳定了，是他亲手给你爸注射了安乐死。夏柔，他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又如何？顾建军他该死！我杀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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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建军他杀害了我爸，还夺走了他俩共同创立的公司，难道他不该死吗？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你根本就不了解真相。真相就是我亲眼看到顾建军杀死了我爸，在我爸死后，他迅速把公司更名为顾氏，还开除了我爸亲手提拔起来的骨干。这些你作何解释？所以你就因为这个亲手杀害了我爸？当然了，我也想让你尝尝最亲的人被最信任的人杀害是什么滋味。
你们父女俩害我失去了一切，我每天还要装作跟你们最亲的样子，知道我心里有多恶心吗？我早就想杀了你。还有沈浩，你以为我真的喜欢这个蠢货吗？我只不过是为了报复你。凭什么你可以拥有一切？凭什么你可以接受所有人的笑语？怎么样？看见我跟你老公亲热的样子，你作何感想啊？夏柔，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你辜负了我爸这么多年对你的栽培。青村，你打算怎么做？当然是把他们送进执法队，但是在这之前，我必须跟他们说清楚，我要的东西呢？都在这里了。这是什么？这是我爸和夏伯父为你准备的。这是我爸和夏伯父为你准备的。你又在耍什么花招？我要让你知道你错的有多离谱，做的有多蠢。这里面是夏伯父去世的真相。你不配提起我爸，你就是个杀人凶手，你有什么资格提到我爸？你以为把这些伪造的证据放在我面前，我就会相信？哼！这里面有夏伯父当年所有的用药记录，你自己看，夏伯父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爸当时住在陆家的医院，陆家跟你们家世代交好，你想要伪造这些证据，轻轻松松，我怎么可能相信你？所以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觉得是我爸杀害了夏伯父？你装什么？那次我爸跟你爸一起出门做生意，他们俩好好的出门，我爸却躺在床上回来，我分明看见你爸给我爸水里加了东西，我爸就死了。当年的事情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怕你太小接受不了，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想。那是什么呀？你说呀。当年的事情，我爸和夏伯父被竞争对手谋害，夏伯父的胸腔被钢管穿刺，药石无医，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疼痛，是你爸要求我爸亲手送他一程的。编瞎话也得有个限度，我不相信。当年夏伯伯的病情是由我哥亲自负责，星子没有说谎，况且我们也没有必要骗你。你大哥？你们陆家兄弟一直以来都喜欢顾星子，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况且为什么我爸刚去世，他们俩共同创立的顾夏集团就改名为顾氏集团？我爸的股份去哪里了？还有我爸一手提拔起来的骨干为什么要开除？你以为的那些骨干，正是谋害设计我爸和夏伯父的人。当时你太小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对付他们，是我爸顶着压力去处理掉他们的。这是你要的股份转让书，之所以没给你，是因为你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去参与公司的事务，夏伯父才让我爸代管而已，要你25岁之后才能接手。这怎么可能啊！我不相信。这是夏伯父给你的 U 盘，你自己看吧，你错的有多离谱。哎，都别动！你别冲动，有什么话好好说。别过来！谁敢动，今天就是他死期。沈浩，我跟你大学就在一起了，这么多年的感情了，你干嘛非要置我于死地？闭嘴吧你！自从我们在一起，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说我是软饭硬吃的舔狗。只要你顾新慈招招手，我就得无条件接受。我也是有尊严的，凭什么这么对我？我从没有这么想过你好吗？说的好听，如果没有你的授意，他们又怎么敢？
而你，也从来没有为我辩解过一句。你说的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呀。你当然不会听说了。你是谁呀？你是顾家的大小姐，所有人巴结你还来不及。你生来就是公主，没有人会看不起你。而我呢，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比不上你顾家千金的身份。所以，你就一直以为这些都是因为我的身份，对吗？难道不是吗？如果你不是顾家千金，你根本什么都做不好，也根本不可能比我强。就因为你是顾家千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手公司。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凭什么？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凭什么？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的身份。如果没有你爸，你哪来这些机会？可笑，你把所有的成功都归结于我的身份，却忽略我背后付出的努力。你不知道，我8岁就跟着我爸去所有的商业饭局。你真以为我大学的金融专业是白读的？别人在玩洋娃娃、看动画片的时候，星慈就已经在背商业合同条款了。他从大学开始就经常去图书馆研究案例到深夜，并且以全系第1的成绩毕业。这些你都看不到吗？那又怎样？没有顾氏集团这个平台，你那些所谓的知识根本就毫无用武之地。平台是我爸打下来的，但站稳脚跟是靠我自己。3年前，那个海外原材料供应商突然断供，公司上下乱作一团，是我熬了3天3夜，翻尽所有平台资源，才化解了危机。沈浩，星慈的能力亲眼所见，他对顾氏的付出不比任何人少。而且，我爸已经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要的。那是什么狗屁机会？我是你丈夫，不是你家佣人，让我去给你当助理，不就摆明了告诉所有人，我这辈子只能屈居你之下吗？你怎么会这么想？商场和职场有多残酷，你不是不知道。初入公司，你什么都不懂，你跟在我身边，我可以慢慢教会你，可以最大限度的给你自由和资源，让你快速成长。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撒谎！我每天像个跟班一样，听你差遣，端茶倒水，整理文件。公司里的人背后都笑话我，是你们顾家的上门保姆，这难道不是故意羞辱我吗？这难道不是故意羞辱我吗？明明是你们父女怕我夺走顾氏，把我放在身边，好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跟你结婚开始，我爸就一直把你当做亲儿子，给你最大的支持，让你放手去做，即使是亏本了，我爸也会兜底。而你呢，是你自己没有能力，成功不了。别假惺惺了，他不过是把我当做陪酒的工具，哪次我陪他应酬，不是挡酒陪笑喝到胃穿孔，也换不来你爸一张好脸。你就只记得你喝到胃穿孔是吧？你忘了那一次是为了给你谈下城东的那个项目，你也不是不知道那个客户有多难缠，而且是我爸先替你挡了3杯，他撑不住了你才上的。那又怎样？他还不是为了顾家的利益，如果不是为了公司，他根本不会管我死活。为了公司？你投资失败亏了1000万的时候，是我爸对外声称是他决策失误，从来没提过你的名字，就是怕影响你的声誉。你呢？你不但不感激，就在背后抱怨我爸对你太苛刻是吧？够了！别以为你这么说我就能放过你。每一次我听到背后有人说我窝囊废、没本事，取代你的想法就更加坚定。只有夺走你的一切，让你只能依附于我，我才能得到一点安慰。所以，这就是你杀害我爸的原因。错，谁让你爸阻挡我的计划？说起来，还要感谢你的好妹妹帮忙，要不是这个蠢货，我怎么能这么快得手？你们2个白眼狼！你不知道吧？你爸昏迷，你失明以后，我过得有多快乐。我以补药为由，每天喂你熬汤，里面加了高剂量的激素，看着你一天天胖起来。
从以前苗条漂亮的顾家千金，变成一个走路都费劲的死肥猪，心里别提多痛快了。亏我还以为那是你特意给我找的补药。当初是你说我失明之后身体虚弱，需要补营养，我还傻傻的对你感激涕零。我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没人要的怪物。你不是天生就拥有一切吗？你不是高高在上吗？我就要毁掉你的容貌，毁掉你的自信，让你尝尝被人嫌弃的滋味。每次看到你穿着宽大的衣服，小心翼翼地躲着人，连镜子都不敢照，我就觉得特别解气。还有，你以为我出轨的只有夏柔吗？我当着你的面，在我们的婚房里，不知道和多少个美女快活，而你只会傻乎乎的叫声老公。盛浩，你真恶心！那又怎样？我明明已经得手了，顾氏集团已经触手可及了，你为什么要回来？你夺走我的一切，你死不足惜！不好，盛浩已经疯了，必须想办法稳住他。盛浩，你冷静一点，这里这么多人呢，我要是出了事儿，你也逃不掉的。你不想要故事吗？我给你啊！你杀了我，你什么都得不到。你杀了我，你什么都得不到。我不信你，你少给我耍花招。盛浩，你忘了掌握顾氏集团的那种感觉了吗？这些年，公司在你手里的时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些人都对你唯命是从，对不对？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啊！我要是死了，你也会死的。让你的保镖去拿股权协议，要正式的股权转让文件。少一个字，我立刻抹了他脖子。沈浩，协议马上就到，你先冷静。星子已经答应转让股份了，没必要伤人性命。等拿到股份，你也就是顾氏集团股东，以后风光无限。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当年我入赘顾家，被人戳着脊梁骨骂软饭男，被顾建军当狗一样使唤。而你，顾新慈，看似温和，实则一点没把我放在眼里。我爸当年给你那么多资源，你要是利用起来，你早就不用看别人眼色，何必走到这一步呢？啊！那是他怕我超过他，故意把我摁在基层，让我干最累的活，受最多的气。你跟陆成宇从小就青梅竹马，要不是你顾家需要上门女婿，你根本就不会选我。你想要的不就是被人尊重吗？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对不对？但这些靠股权是换不来的。只要你放了我，我不仅给你股权，还帮你在公司稳住脚跟，让所有人都认可你啊！我凭什么信你？你之前就骗我，现在还想故技重施？协议马上就来，你可以亲自看，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改。你要是杀了我，你不仅拿不到股权，你身上还要背一条人命，你一辈子都翻不了身，这值得吗？啊！沈先生，这是正规的股份转让协议，有律师见证条款，你可以过目。把协议给顾新慈，你给我退后。把协议翻给我看，要是敢耍花招，我让你血溅当场。好，好。就知道你们不老实，全部给我退后！好好好，
我错了，你不要伤害星慈。翻到股权转让比例那里，一字一句念给我听。甲方自愿转让顾氏集团30%股份给乙方沈浩，转让后乙方享有相应股东权利。才30，我要50%。顾新慈，别给我耍花样！当年明明我亲眼看见顾建军跟我爸下药，为此我杀了顾建军，弄下顾新慈，我怎么会弄错呢？如果不是我爸亲口所说，我绝不相信。小柔，现在的你可是个大姑娘了吧？小柔，现在的你可是个大姑娘了吧？我的闺女肯定是个大美人，就像你妈妈年轻时候一样。你不知道，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可是我们10里8乡的美人啊。小柔，是爸爸没用，是爸爸对不起你。我太疼了，爸爸撑不到你长大了。我可怜的女儿啊，爸爸死后就由你顾叔叔照顾你。你顾叔叔为人可靠，现在你还小，公司里水深火热的事情你处理不了，我都安排好了，等你到25岁，就让你顾叔叔把我的股份转给你。爸，原来姐姐说的都是真的。夏柔，你都看了些什么？放我出去！顾叔叔从来没有苛待过我，凡是他给姐姐的，只会给我更好。可是我却亲手杀死了他，还弄瞎了姐姐的眼睛，甚至多次谋害她。顾叔叔在为我扫清障碍，计划我25岁的时候把股权转让给我，我却在计划杀死他和姐姐。我却在计划杀死他和姐姐。顾氏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你做梦！现在对着手机说你死后自愿把顾氏和所有财产交给你的丈夫沈浩继承，快说！别忘了，我们还没离婚，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夫妻，的钱也有我的一份。你害死我爸，毁了我的眼睛和身体，觊觎我爸留给我的公司，你有资格做我丈夫？你不配！不配？那你说谁配？可以是任何人，但不可能是你。任何人？顾新慈，你个荡妇！我看你是早就想好要跟你的发小陆成宇了吧？啊！我的钱，我想给谁我就给谁，你管不着。我就算是捐了、扔了，给乞丐，我也不可能给你一分。凭什么？凭什么？我为顾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凭什么不给我？凭什么还是看不起我？我这么多苦都是你害的！沈浩，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就算没有我顾星子，也会有什么李小姐、王千金，你依旧痛苦。那你就去死吧！住手！
你给我去死吧！沈浩，你现在放下刀，还能回头？别过来！你别伤害我姐！你叫她姐，你居然叫她姐！你不是最想杀了她报仇吗？害得你父母分离，难道你忘了吗？你居然现在想放我明白了，你在装好人，想得到顾氏股份是吗？沈浩，你先冷静，把刀先放下，我们什么都好商量的。青子今天必须死！你想要股份是吧？我要，我给你，你千万别伤害我姐。有股份？你骗谁呢？你这么多年处处忍耐，暗中谋划，不就是为了得到顾新慈的股份吗？沈浩，你看，这是顾氏的股份，我有20%，全都给你，再加上姐姐给你的30%，足够你掌控顾氏了。啊！站住！你别过来，危险！再动立刻杀了他！别过来！谁敢再往前一步，我立刻杀了他！好，我不动。沈浩，你别激动，把刀放下，千万别伤害我姐。沈浩，你现在把刀放下，还能回头啊？我他妈早就回不了头了！你们知道所有真相，我就算拿下顾氏，也迟早会被你们送进监狱！没事了，没事了。姐，对不起，我错了。爸爸留给我的股份，还是你代为我打理吧。以后顾氏集团也就辛苦你了。押走。爸，夏伯父，我真的好想你们。星子，一切都过去了，之后就由我来陪你了。爸，你放心吧，我已经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幸福了。也祝你和夏伯父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和小柔平安顺遂。